大刘觉得特别冷。多少39.2度。哎呀，难受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现在大刘的状态不太好，从昨天晚上开始回家就开始有点发烧，然后头疼、嗓子疼。晚上的时候就特别冷，对吧？对，特别冷，然后被我冻醒了，浑身就一直打颤，然后嗓子也不太舒服，头也有点晕，浑身会有点酸痛。于是今天早上我就赶紧起来了，以后立马就去社区那里领了一个抗原的药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先测下体温，然后再测测抗原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小柳现在有点担心。对，因为我没有症状。对，先测下体温吧，看一下。39.6呀！你按错了。38到39左右。按一次，不是按长的。39。这个就是我们在楼下领的抗原检测试剂，我跟小柳一个人，每个人都要做一下。是。这个是试剂的那个页，还有敏签，还有它那个检测盒，先做一下看看吧，效果怎么样？OK， 现在我们已经做完了，把试剂滴在那个 A 上面。对。好，然后合上就行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15分钟过去了，我们的抗原检测结果也出来了。左边的是小柳的，看起来应该没什么事儿；右边的是我的。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，这里有一条淡淡的红线，我也不确定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一会儿问问居委会的吧，看看到底怎么说。The next day， 在昨天把我的抗原检测结果交给居委会之后，居委会的阿姨告诉我说我的这种情况属于弱阳，然后她对我的要求是尽量先别出门，然后会给我安排一下上门核酸。但是今天又告知我说上门核酸已经全面取消了，我们需要自己去想办法弄一些抗原检测试剂来，然后再自测一下，如果是阳性的话再去做核酸。然后呢，小柳从昨天的没有症状到今天就变得有一些情况不太好了。对，就比如说我的嗓子特别不舒服，对，好像嗓子里面有那个沙漠的颗粒一样。对，嗓子比较哑，然后嗓子比较疼，然后肌肉浑身疼。对，然后小柳今天的肌肉也比较疼，她还没有发烧。我昨天的体温比较高，大概是39，对，39度多。今天的话，体温降下来了，大概是37到38左右。对。小柳现在还没有出现发烧的症状，但是看她整个人的状态，其实也有点像感染的样子。对，真的浑身没有力气。对，然后整个人状态很不好。然后我呢，因为可能习惯了吧，或者说我整个忍耐力比较强，所以还好，今天比昨天好多了。于是我们今天就托人帮忙买了一些抗原检测试剂，然后今天准备在家里再重新测一遍，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确认阳了。接下来就是熟悉的捅鼻子环节，然后把这个放进来，要捏住这个下面30秒。30秒。对。然后放在这里的吧。对。希望以前没啥事儿。感觉比较难，因为我们两个的症状，对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新冠的症状。谁知道呢？反正群里放开之后，北京已经有很多例了。对，这怎么说呢？而且很多人都开始囤药。对，北京都买不着。现在的药越来越难买了。家里还剩一点，再等一等吧。把你的滴进去吧。这儿吧。对，用力。好，等一下，让它进去。再把剩余的滴挤进去。这么快有啊？如果2条杠就代表阳了你。因为我基本上已经确定了，
看你了，你好像也没有希望了呗。抗原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毫不意外的，我小洋人儿，我是若阳。对小柳的这个检测试剂的条显示的和我昨天有点像，然后应该也跑不了，因为我们两个毕竟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小关系。燕人。对其实韩国的话很早就开放了，对，所以我的家人呐、朋友们都得了。我觉得当时没啥事儿，但是真的轮到我的时候，真的可怕。就是你感觉这个东西在身边的人或者说在其他人身上发生的时候，可能觉得还没那么严重。对，没事没事。对，但真正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也其实挺难受的。对，就心里也难受，身体也难受。对，其实不要有压力。现在因为专家也说了嘛，这个属于自限性疾病，过几天就会好的。而且我们的症状其实确实是没有初期的那么严重。对，也没有出现什么味觉消失啊，或者说呼吸不畅那种。对对对，所以说在在疫情发展的今天，大家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，然后一定在做好防护的同时，不要有太大的压力。现在北京真的就大家都希望早点得完就算了。无论怎么样吧，也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家里呢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还是尽量的少囤一点感冒药和退烧药就行，不用太囤那么多，要把这个东西留给有需要的人。对对对对对，像我们两个现在就买不到药。对，没有药了。行，好好休息吧。小柳现在其实已经很累了。对，好好照顾吧。好好照顾你是吗？互相互相照顾吧。然后这期视频我们就先拍到这儿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